好，来看看今天我呢是给大伙儿带来一个即将救自己啊恐怖游轮，给大伙儿来一个恐怖游轮，白黄中天王难度啊，白黄中全 BOSS， 也就是20个 BOSS， 就是按秒杀那个路线玩法，进地就是不用这个道具啊，不用这个道具进道具，一命通关。这个操作者呢是来自于我们的欧阳哥啊，这个哥是割草那个哥啊，欧阳哥。这个玩法呢，我跟大伙说啊，没那么难，哎，其实主要呢，它就是一个进地的玩法啊，然后呢，打这个什么呢？比如说像打这个咱们的这个不进血，然后呢，咱们还打这个20个 BOSS， 这都是另说啊，因为这个倒没什么太难的，只要是超级高手就一点都不难，如果是菜鸟咋都难，你别不进，它天王难度一命都难啊，对吧？然后呢，这个呢是来自于这个来自于我们的这个这个5G 哥啊，也是大晚上的该看看啊。这首5G 哥张了一首，刚才本身想整一个唐僧的，结果吧，这个游戏它那个什么。这个游戏它频繁更新，然后我那个录像过期了，我这一下我就懵了啊！它录像直接过期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这就难了啊！不过是这样的啊，这是一首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玩法，然后呢一会儿呢正常咱们还有那个三国志2的战狼版的黄忠，战狼版呢是我个人感觉管战狼版可以叫X2版。就是三国志X2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个人打2倍的怪物的数量，这个要比1v3版还要难啊！大家伙能理解就好了，应该是战狼版。当然呢，很多人说那不看达人版什么的，那就是变态版本了，那肯定就不一样了啊！不用道具，其实这个人物我个人感觉还强点。你看这个人物呢，他牛在哪儿呢？首先呢，他的这个攻击力非常高。当然，缺点呢是他血少啊，这个咱另说啊。他攻击力非常高，然后呢，就是因为天王难度呢，前期其实还好吧，这个因为前期难度不难，后期呢，这个黄忠只要进屋，对吧？不只要进屋，只要打分就可以慢慢把自己先搞成10级，然后再把自己呢，对吧？搞成20级的话，你想想。那20级什么感觉？那就是血量会加一点，不至于被秒，然后再加上他攻击力非常爆。这个人物呢，咱们虽然说可以不用道具，但是咱们可以吃那个什么大蝎子啊，金蝎王。金蝎王呢也是一个比较狠的这么一个一个道具，然后咱们可以免疫毒嘛你吃了金蝎王可以免疫毒，然后再加上这一手前手。但事实上实战当中，我认为这个前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赖啊，这个前手，对吧？毕竟它就是一个可以你说轻兵谈不上，但是呢。他一下射不死嘛，但是他确实挺狠啊。很多人说，那他为什么要吃东西？吃东西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自己 A 的时候这个，对吧？这个身上不用那么乱啊。比如说你把箭筒什么金珠全吃满了，这都很正常啊。我送火箭了，是不是也可以点播呀？那点呀，对吧？你不能点我狼脱衣服吧？这个咱不能违背伦理道德啊！你这点完了之后，然后那个我直接尴尬了。那斗鱼超管直接给我一个大嘴巴子，我当时连人带拐棍直接就没了，那咋整啊？对不对？黄忠的刀跟小兵的刀是一样的。黄忠虽然说是一个刀客刀不离身，但是呢，他主要还是以射箭为主啊。看到我这个升级真点好啊！我就感觉这个升级点是真好。到目前为止用白黄忠的人好像还没有说能够这个3进1臂，其实双进1臂还没有人打。什么叫双进1臂呢？天王难度进血进道具，然后1臂通关。到目前为止我主要是没有看到啊。很多人说那有多少难度啊？就是他这个跟无伤不一样，无伤的玩法是不进地啊，对不对？对吧？我可以用宝，那这里面还不能让你用宝。虽然说白黄忠用的宝也并不是像什么魔张飞那么多，但是你要知道他的血量也是初始那么少啊，对吧？而且他要讲分的话，你说他讲命能讲2条命吗？多了说，对不对？我狼脱衣服有什么看头？不是猪哥，今天我严重怀疑猪哥他好像有点他妈这个他取向不太对劲儿啊，兄弟们。他猪哥，我说你是缠我还是什么的？他说缠我，我靠！这个我当时就
点懵啊！咱也不敢问，是吧？咱也不敢问，咱也不敢说呀，对不对啊？脱衣服是我就是形容一下，就是类似，或者说是啊，对吧？一些违背那个当事人意愿的，对吧？这个怎么说呢啊？这个操作者是欧阳哥啊，操作者是欧阳哥啊。现在打三国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啊，反正好多人，就比如说像西游、三国、恐龙、合金，一共就这么几个大区啊，就是玩的就这些人，啊，就比较多的啊，咱就说比较多的。三国多是三国的改版多，合金多是合金的单项多，恐龙快打呢虽然说改版多，但是都是那一圈人啊，它是比较综合的，然后再加上杂七杂八是吧？西游射传现在有点玩的人少了点了，有点啊。我这来暖气了，所以说穿的稍微少一点。是一个82年的大西红柿。好。你们见没见过小的时候，就是有那种小伙伴啊，小的时候玩这个游戏，尽可能的拖时间，他不是龟，他就觉得我一个币能玩多长时间我玩多长时间，对吧？不到最后一秒不出去，对吧？比如说我一定要跑到那个地方，选择跳过去 A， 然后下手落地刚吸进去 Game Over， 然后啊，但是你已经进屋了啊，你已经进屋了，就是我花钱买的币，我必须要多玩一会儿，走路线一定要走最长的啊，一定要拖延时间啊。好，感谢我们的万师傅啊，万师傅玩具店一手大金卡。上方咱们也看到了，现在是大家伙知道第二关为什么难吗？第二关的补啊，它特别的尴尬，从一上来到那个中间的那个彻底级的 BOSS 之前，它就没有补啊，没有补血的地方，还得有一个让你强制费血的，比如说无名火啊，比如说无名火啊，这个就比较难受。他给个大宝金蝎王，只有黄忠专享啊，黄忠专享。然后再就是谁呢？再就是咱们看啊，这个啊玩这个，比如说打完马不仅给你补，然后打完之后呢，你还可以通过那个快速击杀，然后保证自己有一段小动物，然后从那之后又是对吧？啊，又是一个那个可以撞包子的那个悬崖，那个就这个忍者兵，你可以撞它撞出包子，多人的话可以打出2个包子，然后从此之后又一个都没有啊，就是没有补了。哎，没有了，那只有什么呢？只有打死夏侯渊才有补。他为什么这么设计呢？没办法啊，这个就是它是个街机游戏，街机游戏就是为了坑币嘛，对吧？你没有办法。好，无名火吃了，就是我可以进地，但是我吃这个无名火呢有什么用呢？可以让咱们减少这个伤害啊，减少这个火属性伤害。然后免疫冰门（括弧），咱们肯定不能打冰啊，因为那个冰门没有意义。你也进不去啊，你也进不了冰门，因为这个咱们是要打20个 BOSS， 打20个 BOSS 的话，那冰门就没办法了啊，对吧？你肯定是要走那个上路的。点一个天蚕变，点完了之后直播间永封了，兄弟们，真的啊！其实我觉得以前最难打的是什么？是夏侯渊吗？不假。当然，夏侯渊其实并没有那么难打啊，因为呢，你得这么想，后面的 BOSS 呢，你比如说左慈为什么好打呢？因为你有很多宝去打它，你有很多方案，像什么天遁书啊、人遁书啊、地遁书啊。
风书啊、雨书啊，咱就不说克盾了，天师符啊、扔土雷啊、铁莲花啊，还有对吧？属性剑跳 A 了，还有那个斗转昆仑了，等等都算啊。但是呢，因为你那个时候富裕了，等级也上去了，而且你也不怕死了，也讲命了，对吧？哎，保底了。但如果说是刚开始一上来，咱们第2关就碰见一个大魔王夏侯渊，你就非常难打。所以说是这么个情况啊。好，看看这些走啊。同志们呀，加把劲儿啊！什么？下一句是啥？你这个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梗啊？孙姬也挺难的是吧？孙姬血量少啊，孙姬血量少啊。第一是孙姬血量少，第二呢，孙姬是地图比较大。真的，孙姬的地图比较大，它的上下 Y 轴大，就跟黄盖那个 Y 轴似的。但是呢，夏侯渊那个地图就小，你周旋的地方少啊。不是，你点是点我玩啊。吞食天地2是啥？吞食天地2不是三国志2是吧？是2个东西吧？我靠，没玩过啊。我靠！如果是三国志2，如果是三国志2的话，我他妈你没招，困难难度我还是玩不了，困难难度我不用想，3个币都未必能通关的，真的啊。好，这个密室大家伙很少见，是不是？总感觉都是进左边的密室，很少进右边密室。哎，你看这个密室就有血了，这个密室有个大腿，看没看见？你不是走那边啊？走那边的话呢，咱正常都那么走。走这个的话呢，咱们就没有那边的密室。当然，这有血了，兄弟们，这有血了。好，三国志2不是。三国志2普通难度不是，我是去哪儿？我去那个长春，跟那个朱哥我俩双人通关，对吧？我不知道大家伙懂不懂我说的。好，要不要神之一刀？举红旗啊！哎，举红旗。这法正长得有点像判官啊，对不对？法正长得有点像判官呀啊！好，说的是吞噬天地1，不是2全程骑马打那个，嗯，不知道啊。法正有剧，你们玩黄，你只要带黄忠就有法正的剧情啊，对吧？法正举白旗的时候就要等，那举红旗的时候他可以触发剧情。一会儿如果他爆气的话啊，可以一刀砍不少血，兄弟们啊！一会儿爆气的话，可以砍不少血。好，来睡，你看睡觉呢，看睡觉呢啊！来爆气，不爆吗？敢不敢爆个气玩一下？哎，他不砍，他直接打。哎，真嘚儿啊！触发那个剧情啊，触发那个剧情好玩啊，对吧？好，再来。正常爆气一刀砍的真过瘾啊！
好像他这个也可以进气儿，他连那个必杀都没有用。你看这个 BOSS 看起来很牛逼的样子，但是没有小兵，就是一个不会走路的大树。你看没见？哎，无名小卒打不着。血杀追地，哎，还有血杀啊！这卡兵是真赖啊，兄弟们！大人参，这应该整个蝎子，对吧？然后蝎子过江，啊，对吧？这个虽然说啊没进地啊，咱们就为了玩儿。哎，你看他想干啥呀？他想干啥我都知道。哎，你说这神不神？你说这么一个解说，我这个蝎子过江这个事儿，我从小就传出来的啊，我都怀疑严重是被我带跑偏了。我从我最开始解说《三国战记》的时候，我就说，哎，蝎子过江，这帮人不会玩啊，多好看啊，对吧？这是很言出法随，对吧？我多大的时候开始沉迷于网吧，不打币子了？沉迷于网吧和币厅都有，是这样的。我没钱了就去打币子，有钱了就是在网吧，能晓得吧？这东西都是分你有钱没钱啊，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大家伙不要混。你玩电脑1块钱1个小时，对吧？玩电脑1块钱1个小时，充10块钱能玩12个小时。咱们在不作弊的情况下，我去玩币子，我1块钱8个币。啊，那个就比1块钱10个币，它机器好。1块钱8个币的那个游戏厅，我8个币可以玩多长时间？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我8个币可以玩1个星期。因为呢，去游戏厅有的时候有人家还给我币，然后呢，我有时候偶尔呢，对吧，赌一手啊？怎么赌呢？就是看一些大哥啊，真的不会玩，一充50块钱的，然后进去一顿投币，一顿压，一顿拍，然后最后输个逼型，我上去。然后我再玩，哎，那个游戏机他不知道，直接是谁玩啊？总之他赔了，他得吐点，吐给我了啊，对吧？我就8个币往里投点，我也许能赚个20-30个，然后我再揣兜。所以说我基本上打币子是不咋花钱的，对吧？而玩电脑就必须得花钱了，是不是？后来呢，玩电脑呢也不花钱，怎么呢？就那时候都是万象网管啊，对吧？哎，比如说我可以破解万象密码，我可以在万象上装服务端啊，可以装服务端，也可以，对吧？这个就是我把自己的客户端卸了，然后把还原卡那个打开，卸完我的客户端之后装上一个服务端，完怎么都行，甚至还可以用那个输入法智能 ABC， 然后去，对吧？去暴力把那个客户端给崩掉，对吧？但是这都是小事啊，这都是没有必要啊。后来就是跟网管关系就好了，我们就玩怎么玩？网管啥意思呢？老板不在，你们是随便玩，但是呢，你必须得照顾老板的黄金时期，比如说，对吧？白天或者说是到这个黄金时期的时候吧，你最好是别玩，除非是真的是淡季没有人来，你玩行。但凡人多点，尽量你让开，对吧？尽量你别搁这免费玩，那我就不免费玩了，对吧？那我就是，如果是网吧黄金时段的时候，我一般我就去游戏厅，对吧？后来呢，就是我铁哥们开网吧了，那我就给网吧泡着了。但是呢，上网上的时间长了，偶尔也游戏厅啊，是这个意思。游戏厅没有通宵的啊，游戏厅是一般都是早上4点到4点半开门，老太太。还有就是有的人他就愿意早上开门，反正他开也是开嘛，对吧？对吧？然后早上就开门，有的游戏厅早上开门，有的然后晚上的话大概是9点吧就要关门了啊，就跟网吧9点要包宿了似的，对不对？哈哈哈哈！当然，好，感谢您太配了，赠送我郎一手大金卡，百步穿杨。Go go go！
小的时候都是要快点啊。其实我最开始不是玩这个，玩这个街机，我最开始玩 FC， 大家伙都一样，我是先玩 FC， 然后呢再去玩世嘉那个土星啊，不，世嘉那个 MD， 然后呢再玩大型，然后再玩世嘉土星和索尼。然后呢，突然发现有个叫电脑屋的，这个电脑屋呢2块钱1个小时，还有3块钱1个小时的，玩啥？玩单机的这个仙剑奇侠传，什么金庸群侠传，后来又玩局域网的 CS 和那个红警，然后后来呢因为太贵玩不起，又变成了玩街机。玩街机呢又后来又多了个网吧，这个网吧跟那个电脑屋不一样。这个网吧是什么呢？网吧有网了啊，可以上网，可以玩什么那个联众，对吧？可以玩什么边锋，啊，还可以玩 QQ， 对吧？热血传奇等等啊，就那个时代就从那儿开始的啊，大概就这个意思啊。帝国时代我从来都没玩，不会玩，暗黑我也不会玩。我操，真赖这玩意儿啊！麻将幻想曲，朱哥你一天天，朱哥你操，朱哥你给逗死我了，我操！不是麻将幻想曲了，现在是啥？我小时候玩那个梦幻麻将馆，我说现在还有人玩。他最开始我玩那个明星3缺1啊。后来我有个梦幻麻将馆，哎，我就瞬间我还玩一个叫什么，叫失乐园，哎，就你们可能现在啊，我记得有一个现象级别的这个游戏叫啥？叫隐形守护者，大家伙都知道啊，就是通过你选择，然后可以造成不一样的这个剧情和不一样的结局啊。大家伙都知道是改自于这个晨光游戏啊，就是说白了就这种类型游戏。但是最早我早在2000年啊，我早在2000年的时候，2001年的时候我就玩过这个游戏，在一个电脑屋，那个电脑屋上不了网，其实是能上的，它当时是有一台机器能上，它拨号，网速不快，它有一台机器能上，然后他就用那台机器就装软件，拿光盘。然后考局域网，这帮人玩啥？然后他就把就是失乐园是啥？就是啊，不知道大伙懂不懂我说的啊？啊，我操，这一个百步穿杨打血不少啊，兄弟们！失乐园就是我感觉就是晨光延续的雏形，而且我想说真的挺那个啥的，那个游戏真的啊，就是它剧情挺好的，虽然说是黄色游戏啊，我就实话实说。就是如果你选择的不对了，你可能就不能触发关键剧情，就没有那个剧情了啊！哎，我不知道大伙懂不懂啊？它那个虽然说是图啊，连动作都没有，但是呢有文字，文字呢都是啥呢？就啊不行，不要点点点，就是这每一句话后面得有点点点，就得有6个点，就没有那个点吧？就是就是兄弟们，就是你们。就是它这个就是一种小说啊，还是漫画啊？就是它只要配上文字，就是只要是汉字，为什么后面一定要带点儿？就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就是不带点儿看不下去。就是我看其他小说怎么看都是就是文笔正常，该逗号逗号，该分号分号，该句号句号，该叹号该问号，还是该什么号？但是它为什么要有？就是你但凡这个，对吧？它就为什么要有点儿？啊，就是省略号，我操！你这没有真看不下去啊！就是你找一个，然后你就发现看不下去，真看不下去啊！我看不下去，反正是，啊，来5G 哥直接双飞了，啊！感谢我们5G 哥啊，5G哥这又今天开骑士，外加一火，现在又开始又一顿抽啊！就是一顿带点儿啊，就是不要点停下来，那儿点脏，不要舔啥，我就他妈的就这个点儿，我是真服了啊！他咋想的？我真是，
哎，这是谁先发明的这个东西呢？谁先发明的呢？就谁能告诉我？是我还不太懂啊，咱也不敢问，反正是哎，失乐园。后来我才玩的什么电车之狼啊，什么人工少女、人工学院，什么又什么啊，我不知道大伙儿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啊。好，五 G 哥用卡粉丝卡，这个不如跳舞。好，被蛇抓了。按理说有蝎子应该不怕蛇呀啊。尾行，对，还有尾行。现在最狠的是那个文雅婷是吧？哎，不是最火啊。现在咱不是说最火的事儿了，就是这个文雅婷啊，就是好像还是个格斗游戏，还不是啥的，我不知道大伙儿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五 G 哥这是破费了，就虽然说好一阵有点事儿没来啊，然后一来之后给我狼着就开始，哇，这直接抽中5个不如跳舞，外加1球子办卡。你们又开始老板糊涂了。文雅婷是过时的，不是，我说的是它好像有格斗版的，有格斗游戏啊。现在好多安卓手机都可以玩这种游戏，但是我不建议大家伙玩啊。但是事实上就是现在这些东西都是无孔不入啊，对吧？你看那些经常看报道，那些小学生为了喜欢玩和平精英、玩王者荣耀，对吧？然后那个让骗自己奶奶过那个人脸识别，要充值的时候就骗奶奶说，奶奶我们家长说留作业或者什么东西必须要家长去人脸识别一下，然后就把那个钱刷出来了，对吧？然后呢去那个自己的号只能玩1个小时，没有办法了，只能说是买号，买那个成年人的号，然后登录上去之后呢，然后也要那个扫脸，对吧？也要刷脸，所以说就是这个意思。啊 ，PP 点通 ，POCO 百宝箱，迅雷搜 A， 还有瓦嘎啊！这想当年我狼在往这5G 哥这个事儿啊 ，PP 点通，这个 PP 点通最狠的是啊，你搜索关键词就搜索日本、韩国。小可爱啊，哎，小可爱，知道吧？什么小公主？当时咱也就知道个什么苍井武藤饭岛爱，对吧？高树玛利亚的，是吧？只能知道这些，还不认识其他人对吧？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啊。那个时候没有说什么超清什么的啊，就是不要想了啊。还有就是搜什么搜护士、空姐、老师啥的，对吧？哎，韩国是有的那个时候啊，就是你们肯定还说，哎，现在那个韩国那个是啥？以前没有，有。你比如说，首先啊，有很多日本 AV 女优就是韩国人，对吧？啊。那个时候词汇量它比较少，咱也不知道什么叫清间，不知道什么叫中出，对吧？咱就不知道这些名词，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说的，反正是啊。好，跳 A 看刀检索，哎，这个看刀你能连接2下，我是给你跪了啊。啊，这个看刀是真爽。哎呦我去，大刀片子直接给人砍死啊！好，感谢我们5G哥，5G哥这没少抽。哎，这个舞蹈家最牛逼的抽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啊？舞蹈家最牛逼的抽的是，这个叫什么来着？哎，5G哥狠了啊！5G哥这个一点都不违规。哎，你看5G哥发这个弹幕一点都不违规，知不知？但是呢，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点他妈色情啊，咋整的？你说？
说朱哥要帮着过不行，朱哥今天朱哥真没来，朱哥那时候没来嘛，我就说朱哥是在长春，我去会晤过朱哥，然后呢也跟朱哥那个一起商量了如何来牡丹江嗨皮的事情，结果朱哥这1个月要嘎逼打了，要跟随着领导，然后去那个机场，然后接待外宾，以导致1个月时间内分泌失调，哎呀，难受了啊。那就是我第一次武鸡哥来了给我送的那个，就是这个舞蹈家抽出来的，那就是意思就是探险家，这个冒险家也有是吧？老板糊涂，不是，这太糊涂了啊！就是能不能约一手啊？要来个3点会面，但是我不太熟。理论上来讲，离咱们仨最近的地方就哈尔滨，对吧？现在已经解禁了啊！现在哈尔滨已经解禁了，但是呢，你解禁了是解禁了，但是不熟啊！我这去哈尔滨只有挨宰的份儿啊！最狠的就是我没去，我哥们儿去哈尔滨找了另外2个哥们儿，都是我兄弟的前女友级别的那种啊！他们3个人在哈尔滨，就是不知道去哪玩，然后打出租车说师傅你带我去一个好点的地方，然后出租车师傅就。好吧，然后他一脚油门，然后大概是过了能有个10多秒钟，一脚刹车就这儿了啊，然后结果上去了之后精神病，我甚至都想把那个车牌号记下来举报他啊，就是我哥们儿说的啊，就是他说那个意思啊。好，都没中我啊，这个就我感觉5000的礼物是真的是他妈的，那就是随缘，这玩意儿就看脸看点儿了啊。这毕竟这是带有一定的这个概率成分啊。虽然说有的时候一发入魂就不考虑概率，但是毕竟这平台是吧？咱没法说，咱也玩不过他，对吧？啊。牡丹江真有5合楼吗？牡丹江没有5合楼。啊，所有的5合楼都是假的，都是比如说饭店都是啥，都是后开的。现在牡丹江没有5合楼饭店了，但是牡丹江有一个洗澡的地方叫5合楼啊，建议大伙不要去啊，服务态度贼嘚儿啊。哈尔滨我知道地方369刘草啊，这是。小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老穷了，1个月，我那时候1个月大概是600块钱工资啊，那是2006年年底，我1个月600块钱工资，然后呢就是跟朋友们一起去，对吧？请吃饭就吃369六炒，就是3块钱那个对吧？素菜，然后6块钱是那个有肉，然后呢这个素菜还比较硬，9块钱是纯肉菜，喝啤酒那个是2块钱一瓶啊，然后免费小烧就是白酒啊，免费的啊。现在你就是吧，小姐，你是免费香烟吗？给我们来一点啊，这都免费的啊。啊，今晚什么话题了？有奶推吗？推什么奶啊？长春，那要是去的话，朱哥一手，我操，让你知道为什么叫长春，知道吧？啊，你能晓得吧？啊。好，感谢我们的水哥，水哥就比较远了啊，水哥就只能说有缘再见吧。水哥是广西的啊，然后水哥的话就只能就是我去找他了啊。感谢水哥一手大飞机，没找着地方，没找着地方，这个事儿太狠了，这个对吧？这你不能这么算啊。好，打礼物。呀，你看他就算咱们能抢招，但是他那个呀那个声音有点出来，你看。当然现在毕竟是现在了，但是呢，有幸在2个多月之前，大概不到3个月之前去过长春，朱哥一手安排，我当时后悔了，我应该早去1天的啊。结果呢，我当天去住了1晚上，第2天晚上我就走了，一共才待了24个小时，心有不甘
下回去待1个星期啊。反正我就往猪哥家一躺，哎，就吃喝都就有点管，不开心了我就一手贴8件，好吧，对吧？发一手鱼8啊，就是一手就是猪哥安排不好我啊。反正是要不要脸的，大家伙心里有数啊。反正我这个人就是个逼样啊，就是不要脸了，咋地吧啊？哎，水哥双飞了，水哥双飞了，感谢水哥怎么说啊？现在公务员可以玩什么啊？这你不是你们啊？这里面我得说一下啊，要说起纯公务员，猪哥是啊，然后水哥是，那水哥是。这个，其实我在想，不是说公务员，就是任何地方都有安全不安全的，不是说公务员就不是公务员就安全了，没有这种说法吧啊？好，直接跳上去，哎对，你看5G 哥，你问明的暗的这句话，你一问完，猪哥当场就微微一笑，就是来吧。对吧？这对吧？都是对吧？都是我狼的朋友，对吧？对吧？猪哥有猪哥的兄弟，我狼有我狼的朋友，啊，大概是这个情况啊，就是明的，明是隐啊，兄弟，明是隐啊，是真明是隐。不是猪哥，不是今天这回来这要干嘛？这火箭上了。就那天套路了一下我猪哥啊，然后猪哥帮我冲4星。今天哎呀，我这发生什么事了啊？点一个天蚕面，再见，下播了，下播了。这个天蚕面是没有的啊，来看看怎么打。这个不能放宝。小的们看招！我操！啊，这个玩法绝了啊！好，野马分鬃来打。好，小的们看招！哈哈！哎，我操！这他妈也行！我他妈在天上！5G 哥这个吧，我实话实说啊，带脚，就是我不知道你懂不懂啊，就咱东北话啊，带脚，就是说，就是什么样的，是吧？什么样的服务，是吧？哎，是吧？带脚，懂吧？你如果说是默认的那个呢？就是7张，对吧？7张，就是人的质量没得说啊，人质量没得说。但是服务的话，我是吧？哎，我就这个意思啊，我就这个意思，反正啊，哎，但是呢，带奖，那是吧？哎，就这个意思啊，反正懂的都懂，不懂别问了啊，好吧？好，来吧，那个小宝箱啊，1毛钱小礼物，大家伙儿你抢那个宝箱送一手啊，兄弟们，那个宝箱里面有东西啊，对不对？我来大石桥，这大石桥咋的？辽宁什么大石桥是吗？营盘村。好，这一顿下蹲 A 的路子啊，其实还有一个必杀，但是这个必杀打他费血少。我觉得跳下 A 那个特别狠，一个跳下 A 击出那个火花，那个是真爽啊！之前我跟大家伙看的那个马超跟那个白黄忠的那个速通，大家伙看过吧？那也是黄忠有一手这个非常厉害。时间快到了，野马分鬃，野马，好的，耶！我专门给人送大气做星级，那我狼这儿就必须点那个实的灰的啊，对吧？
一毛钱往狼脸上砸一下，30个1毛啊！当当当当当当！啊，等会儿，我靠，点错了啊！1毛钱礼物上一上期，我就叉腰哥今天叉腰哥前2天是一直保证我3星任务的啊，但叉腰哥今天就保证什么任务呢？是这样式的，狼没事那个1星的人头我帮你凑，2星的人头我帮你凑，3星的人头我帮你凑，哎呀4星的我也帮你凑，他妈的还有5星，5星我也帮你凑，反正是今天叉腰哥就凑人头了啊。好，兄弟们，1毛钱礼物啊！1毛钱买不了吃亏，1毛钱买不了上当。尽管我是一个商业，对吧？商业主播啊，不要脸这是常有的事儿，对吧？该说咱得吃饭啊，5星这个说法，对吧？这个前2天我狼对吧？想冲个3星5星的，难的要5星就不用想了，冲个3星都比较难，兄弟们啊。然后一手，然后一手，今天一手啊，有机会啊。9点时段第一，那还不是各位大哥啊，对吧？5G 哥、猪哥、水哥，对吧？还有刚才我们的梦宝哥啊，尽管梦宝哥现在可能是去找梦宝去了啊，哎，水哥现在也是啊。我跟你说，水哥也好喝酒。我跟你说，你没发现狼哥直播间里的小伙伴啊，95%以上啊都是爱喝酒，都是特别爱喝酒。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说。还不是那种就是虚情假意的那种啊，就是愿意，就是和这个知己豪饮畅饮，对吧？一般都是比较，而且还是比较好色。这个怎么说啊？啊，5G哥又双飞了，你是5%啊？那你就是酒精可能比较过敏，或者说是喝完酒之后容易跪，对吧？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贪财且好色，对吧？享受美食的同时，对吧？还要这个关爱心灵，这就狠了啊！礼物肯定没事，就是差人头。人头这件事儿吧，都是小事儿。你看咱直播间里面一个火箭之后，现在其实吧，这1毛钱是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赞还有那个弱鸡这些东西是不算的，是吧？啊，这些是不算的，是吧？啊。好，我操，这叉腰哥，你别闹啊！你那个分局门口，然后局底下那个东西没了啊！猪哥开始往上补了，这都16000了，我去！要大气才可以啊！那大气就是真是点充钱的是吧？那这个是真的狠，兄弟们！我说嘛，那你看有时候一送88个大气。包括龙哥也是，有的时候龙哥前2天帮我补啊，最开始的3星任务，龙哥也给我冲2手，免费的礼物不算啊，那比较公平，我认为呢是确实比较公平的啊。好，文哥，哇，不是文哥早就来了，文哥帮我冲的2星，我记得很清楚啊。好，来防住1、2、3、4。这里面这个许旭黄忠打，其实要正常，如果带放宝的可简单了，兄弟们啊。如果要是我技术不行，就是我对这个节奏把握的不好。如果说你扔毒瓶，然后你爆气打这个许旭啊，就你打他非常爽，就贼过瘾啊，就是突一个多，真的过瘾，老爽了啊！现在是真就差人头了，兄弟们啊！这个文哥不是以前那个格斗区那个文哥啊，文哥神梗瓦龙，对吧？神梗啊！但事实上，这个文哥是我狼人直播间
就怀旧方面上还有很多啊，包括去什么肉肉啊、什么素酒那边啊，也是一样啊，就是可能偏怀旧一点，但是拳皇偶尔也看。啊，因为文哥也比较喜欢格斗啊，比如说他玩那个铁拳啊，这个谈不上人气，这个我跟你说热度啊都是虚的啊，热度都是虚的。什么是真实的呢？那个贵宾，你看现在276个贵宾，这个是真实的啊。很多人说，那平时有的时候有400、500、600，怎么今天这么少？因为这个游戏的项目还不太一样。最近格斗区也不是特别好啊。你比如说，我最开始我1个多月之前，我记得解说灰 K， 哎，在特别好的比赛当中，有可能会达到700、800的贵宾，但是现在只有500、600，这大概少了20%左右啊。所以说，整个格斗区的这个。对吧？这个人气也是有点萎了啊，所以说这个斗鱼还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格斗呢，就是斗鱼已经是啊，对吧？在3大这个纯游戏直播平台已经是独揽了，对吧？然后呢，斗鱼是给我们涨了一点工资，就是涨了一点工资，但是需求也上去了啊，涨是涨了，但需求也上去了。所以说你看看我这个月我狼能不能，对吧？咱谈不上吃的有多饱啊，其实我狼还是全靠各位观众啊，然后各位老板支持，观众的支持的我狼就是流量，就是人气啊，真实人气啊，就是这些热度啊，什么20多万这个热度啊，纯扯啊，兄弟们啊，就包括你看什么抖音呐、快手啊，好多人人气就是都是假的，这心知肚明，大家伙儿都不用多说了啊。好，来看看，好，这里面我们跟大家伙儿说一下，咱们是要打20 boss 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孟获是要打死1次赶紧进屋的那个玩法，对吧？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懂我说的啊。人气这个，哎，现在那个英雄联盟手游怎么样？人气？反正我知道那个王者荣耀肯定得慌的一批啊。虽然很多人说都是腾讯的，慌什么呀？但是不一样，它工作室不一样啊，对吧？它运营部门也不一样，这是一个项目。好，等会儿打死了再进去啊，来勾引上来啊。好，勾引一下，让他后退，反勾引。这地方咱点玩赖啊。好，死吧！进屋吧，可以，就是这个打20全 boss， 走这个路线对于新手来说不太会的啊，这新手玩这个路线不稳啊，兄弟们啊。我不去，我去那儿干嘛去啊？哎呦我，哎，你看这老鼠，这老鼠去了，这老虎他妈右撇子，其实不是右撇子，它从右往左就是左撇子，从左往右是右撇子啊。恶虎扑羊，这是恶虎扑黄。好。他这孟获还能召唤胖子啊，这个设定挺狠，这设定。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追地反哎，你看这种人啊，诸葛亮、关羽和黄忠啊，追地反 A 借看刀，对吧？但是如果是普通黄忠就不需要了，普通黄忠就是一手什么呢？就一手追地，然后呢接毒皮华山就可以。好，这里面正常的话呢，清完小兵，你看没事了，哎，没有血，哎，小弟，你看这连招有个小弟在底下呢，你看没见啊？有个小弟在底下，俩小弟，天王难度啊，还是挺恶心的啊！1、2、3，前左1、2，血哎防，没防好啊！好，看刀，
天王还是恶心啊，兄弟们。不过呢，这个 boss 倒没那么，就是这个 boss， 我认为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个 boss 都没有那么难啊。小的时候说你怎么打黄盖呀？反正普通难度咱玩的话，它没有，你可以卡兵，对吧？但是咱得玩那个路线，对吧？你卡住兵了之后，这个 boss 锤子打啊，对不对？就大概是这个情况啊。好，大家1毛钱礼物送一送，谢谢。是的，是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1毛钱小礼物送的还不是，我感觉是怎么回事啊？可能是没有 get 到那个点啊。这1毛钱大气小礼物，这个还是有点难的啊。就感觉这个没有这个小伙伴那个挺身而出，是不是啊？好，我们3个蛋上手了。其实这30个这个啊，我觉得还是挺好那个集的。只不过今天可能这个今天这几位神仙都不在家啊，都不在家。感谢我们3个蛋一手大金卡。噔噔噔噔噔，好，等3波冲啊！最简单的是谁？最简单的就是梦幽。但是作为首关 BOSS 最简单的，我认为就首关啊，就是作为就是这一关的手底 BOSS， 就黄盖，我认为就是最简单的，真的。他作为一个首关 BOSS， 你说他怎么跟人家吕蒙比？他怎么跟人家那个什么比？对吧？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好，直接进屋了，打着打着进屋了也是醉了啊！好，我们看看，弄死了啊！好，我们看看，现在马上来到魏延了啊！马上就来到魏延了。夏侯渊最简单，其实对于新手来说，夏侯渊肯定不是简单。对于高手来说呢，我认为，分怎么玩。比如说像刚才打这个黄盖，我认为啊，就比这个夏侯渊对于高手来说比夏侯渊要难。他难是难在他墨迹，他不是说他的操作多难，主要是墨迹啊。而你无论是天王难度还是普通难度，夏侯渊可以卡兵，对吧？他可以卡兵。而你这个从这个20房出来的，你卡不了兵了，对吧？那如果说你是从那个左边电梯上来的还好，是吧？魏延那个咱不是放宝吗？那要是不带放宝的，那对吧？那不带放宝的，那就狠了啊！雷光射斧。这个野马分鬃可以，哎，你看，就是你练完这个招，你可以跑，然后它落下来那个刀的那个刀锋，还可以往下砸，你看看见，这有点狠啊！好，还差13个啊，还差13个1毛钱小礼物的啊，就是这个还是有点皮。好，我们看看前手一射，其实打他也一样啊。就黄忠有个最狠的技能叫什么？黄忠有个最狠的技能就是这个用毒，然后爆气了之后 A 3下啊，这么个路子。好的，放他走了。其实这个呢，也是因为咱们放不了宝嘛，所以说在有限的时间内不好把他搞死，咱们也不是踏死，对吧？所以说没办法弄，然后看不了兵。
加上地图特别小，对吧？地图小，咱们就没法跑位啊，攻击的时候就难免会有这个顾忌啊。所以说就是这个情况，而且黄忠的这个血杀呢还快，他血杀不像赵云或者说是关羽啊，就是血杀的时候是一个他是唰唰唰啊就完事儿，就跟那个马超似的啊。好。老板，我跟你说，街机厅的老板最高是调困难难度，基本上10个老板9个不会调天王，真的。其实天王呢是需要完美通关了之后啊，具体当时我听说过是这样的啊，是怎么完美通关了之后，然后你再怎么的才能调出来啊？当然现在的版本就随便调了啊，它不就是以前的那个《三国战记》的初版，想要调成最高的这个天王难度啊，需要怎么整？反正是有说法。啊，这是完美版啊！完美版的话跟原版其实差不了太多啊，有一些改动，就是比如说修复了，也不能说修复了吧啊，就是说白了就是有的地方呢变得比较烂，修复了一点那个模拟器的 bug， 因为原版其实是没有 bug 的啊，修复了模拟器上的一点 bug， 然后又增加了一点就是比如说正常的设定啊，就是它没有赖，比如说你可以你像有的版本可以单人进活动是吧啊，有的版本可以进。啊，像这个呢，完美版呢，你可以选2个赵云，啊，你可以选2个赵云，啊，是这个路子啊。怎么算完美通关？我当时记得是怎么的，就是困难难度，然后怎么个通关啊？一命是怎么个说法？就这个是我当时听这个专门做这个游戏的人，就是这个不是做这个游戏，就把游戏模拟到平台上的这个人跟我说的。但我一知半解听不懂，反正总之呢不太会调，就有的人调不出来啊，就跟你们看现在他们秒杀，为什么他们每次打左慈的时候用太清丹经把左慈都能变成一个小对吧一个小熊猫，他就借着这个版你玩的，你如果说是对吧，如果说是你那个啥的话，那就可能连对吧你变它就不是小熊猫了，对吧？噔噔噔噔噔，好。好，撒，1 2 3 1 2 3 1 2 3，哎呦我这2下，他这个撒放电这个事儿，你要跟他重叠的话你是没事的，但是呢你只要站在边上打他就不好打。好，你看有难度啊，卡小兵也不好卡，跑可以躲过去。前锁1 2 3，然后1 2 3 4看刀前锁，哎，其实不错也行啊。好，斜着走也行啊，你看斜着走也行，他不是说非得说那个跳，你可以跑也可以走。很多人就说我不跳，我怎么躲这个司马懿的这个招啊？甚至有的人可以通过单 A， 就 A 这么一下都能把他躲过去，这也是玄学啊。好，爆气直接接离岗射虎。那是狠啊！还感谢我们的零落幽梦，我们幽梦哥一手飞机，直接帮我狼把5星的那个贡献值充满了，兄弟们，还差12个人头，就5星了啊！我这又来5星了，哎，我狼这个有点，我狼今天飘了，我狼，感谢我们的幽梦哥一手，送5星飞机，尽管现在我们还差那个12个人头啊，还差12个人头。兄弟们啊，漫漫长夜啊，这个不要珍惜自己手里的盆盆罐罐，1毛钱对吧？1毛钱咱们也买不了10个鱼皮豆了，能不能给我狼来一手啊？圆我狼5星梦，一个不小心过了12点，我没了，兄弟们，一个不小心过12点，这个5星没了啊，难受了啊。好，
然后我们这个龙眼哥也是顺收了一手啊，现在还有9个人头，快啊，快了！好，一个血杀，该躲。其实我这么一看啊，这个玩法还是有点难的，真的，这个玩法还是有点难的啊。就是它难在哪儿呢？它难就难在呢，就是天王难度。它但凡是一个困难难度啊，也不会这么难，有危险啊，有危险。这个人呢，单挑 BOSS 非常简单，就是在单挑 BOSS 的过程当中把这个小兵干扰，这个就非常难受了啊，非常的难受啊。哎呀，后面那个，我操，这一个刀，这刀居然躲过去了，还差7个人头，兄弟们啊！1、2、3、4，看到，好，来自于我们的欧阳哥啊，割舍的割啊，欧阳哥一手白黄忠，全程打20个 BOSS， 一命通关，然后就是进地了，就进道具了。但是进道具呢，其实咱们用那个吃那个金蝎王算不算进道具啊？我个人感觉也可以算吧，对吧？也算吧，对吧？因为我吃了我又没用啊，进地相当于进地。而且呢，我个人感觉吧，其实他玩的还是失误还是蛮多的啊，就是他不是技术上的事儿，就是可能不够规。因为有的时候你像打的还比较慢，你比如说像打祖祠的时候，时间都快到了，对吧？这个确实是这个人物的短板，攻击距离比较短，打 BOSS 血量多，但是看小兵能力看弱，比如说有老虎啊，有豹子啊，这就很难受。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如果大家伙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我们就下期再见吧啊！